这味道不对，不是铁锈，这是血腥味。这是沈静涵，23岁入阁，大梁朝最年轻的内阁首辅，手握半朝正室的玉面阎罗沈静涵。怎么会这样？我昨晚明明还在大学的宿舍里，趴在桌上复习中药鉴定学，怎么一觉过来就到了这儿？疼！这是真的，我这是穿书了，还穿成了那个偷光仅剩的干粮和银两，在流放路上和押送官勾搭，趁夜逃跑，害得沈静涵重伤死在荒野的恶毒妻子宋之宇。我记得3年后，沈静涵沉冤昭雪，朝廷追封，最后宋之野之也被缉拿归案，死得透透的。沈夫人，醒了，今晚到了前头驿站，跟我喝一杯。你男人这副半死不活的德行，指不定哪天就咽气了。你跟着他去岭南那种鬼地方受罪，还不如滚！哟，跟谁学的脾气？前2天可不是这样，前2天你……我说滚！行，有骨气，走着瞧。不行，我不能慌，慌没用，必须得先活下去再说。至少40度高烧，没有臭味，伤口还没化脓，但是再不处理，今晚必然惊厥。干什么？解手！苍芦有毒，狗尾巴草没用，那是车前草，还有蒲公英。这是保命粮，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吃。沈夫人，想清楚了，随时喊我。沈静涵，小心，小心照护，还是小心别的？烧到40度，重伤濒死，半昏迷的第一反应，竟然是提醒我小心。沈夫人，要不要来一口？香着呢。至于这条件嘛，你心里清楚。不吵，不值得，体力比口舌重要。真硬。行，能活。你为什么不走？走了谁养你？你不一样了。你瞎说什么？哪儿不一样？烧糊涂了吧你？赵虎不会放过你，你拒绝了他，他会找别的法子。我知道，他找他的，我扛我的。你先保住自己的命。好想回宿舍，想食堂的阿姨。不能哭，明天要是眼睛肿了，得让赵虎那狗娯子看笑话。沈静涵，几个？至少3个，赵虎指望不上了。你能动吗？我挡前面，不管发生什么，你别动。伤口再裂，就真缝不上了。你闭嘴，养你的伤。哟，一个女人，一个半死不活的病夫，那边还躺着个醉鬼。兄弟们，今天运气不错啊！小娘子，别闹，把值钱的东西交出来，爷不难为你。没有值钱的，我们是被流放的犯人，身上就剩半个馒头了，你抢这个？哼，穷鬼。不过东西没有不要紧，你这个人倒也值几个钱。啊！烫死我了，听不着了！
跪下！我再说一次，跪下！行了，英雄，面子给你挣足了，现在坐下，让我看看伤口。滚！那是军牌，上面刻着的是镇远，镇远侯府。构陷你谋反的镇远侯程之言，这根本不是劫财，他们是来杀人灭口的。你早就知道了，对不对？他们不会只来一次。那个匪首离开前，故意看了赵虎一眼。赵虎平日里睡觉最是惊醒，今晚闹出这么大动静，他却一声没吭。他的手，他根本没喝醉，他在等那3个人杀了我们。宋之仪，从现在开始，不要相信这路上的任何人，包括我。赵虎，你那只手真是一根刺，扎得我连眼都不敢闭。怎么这么疼？高烧又退不下来了，伤口裂了，不行，再这么拖下去，今天白天他根本走不进到下一个驿站。伤的还是太深了，昨天敷的草药也全废了，得缝，必须得把这皮肉缝起来，不然这伤口根本长不好。中药鉴定学我能倒背如流，可这外伤缝合是外科的事，我一个拿草药的，先前也只是在学堂里拿猪皮练过手，现在连个大夫和干净的针线都没有，这可怎么办？不管了，猪皮能缝，人皮也一样能缝。沈静涵，算你运气好，今天落在我手里。线有了，针呢？粗是粗了点，但凑合能用。用火烧，干净些，省得这铁锈先要了你的命。虽然简陋的像个笑话，但聊胜于无吧。我要给你缝伤口，没有麻药，会很疼，能忍就忍，忍不了就咬着这个。缝？你会缝？缝过猪皮，你放心，猪皮比人皮厚，我下手有分寸。进针45度，间距半厘米，要过筋膜层。活了。猪皮缝的也这么好。沈夫人手还挺巧，昨晚闹动静了，我喝多了没听见。有野狗，我赶走了。野狗？这一带有野狗？有3条，不过跑了，估计不敢再来了。哼，哪儿发的？永宁侯府，满门流放岭南，走了12天，还没出青州地位，磨死人。那老太太走不动道，一天修8回，照这速度，到京南都明年了。你回来！这是沈静涵。别喝驿站的水，别喝驿站的水。难道驿站有套？连永宁侯府的人都知道，说明他们也踩过。可若是不能喝水，我们怎么在这毒辣的日头下活下去？渴了吧，沈夫人？再走20里就到清水驿了，驿站有水有粮，到了就好了。哼。赵小伟，你那水囊匀我一口，我拿东西换。什么东西？先给水。给你。
你给他银子，买命钱。水壶空了，不喝水今天就得中暑。清水驿有水，清水驿的水不能碰。夜对生，跟湍面鲜黄、石黄芩，清热发火、解毒消炎的好东西。沈夫人，挖这些破草干嘛？喂牛。到了，清水驿。不赖，沈夫人，来，有粥有水。色是钩针，断肠草毒下在水缸里，这分量不足以立刻要命，但沈静涵只要喝下一口，今晚伤口必崩。水缸有毒，听见就好，我去给你盛碗粥来。米香正常，没有毒草的酸涩，看来毒只下在了水缸里，没下在粥里。喝粥不碰血。什么毒？钩吻、断肠草，量不大，掺在水里不会立刻要命，但你这个身体底子喝下去，今晚伤口必崩。你怎么变出来的？小时候认过一些药。喝。苦。苦到你怀疑人生。今晚你睡，真睡，别装。你呢？我守着。你一天一夜没合眼。我能熬。你一个烧了2天的重伤员，少跟我争这个。宋之仪，你是宋之仪吗？我就是宋之仪，一个不想死的宋之仪。水缸下毒，自己却带着干净的水源，还提前备好了热粥引我们去喝。一个当差的粗人可没这脑子。看来你那位死对头镇远侯手伸得比我们想的还要长。不对，若按原本的运数，青州地界才是山匪劫道的第一个死关。可如今我救了你，往后的每一步怕是都要变了。不过永宁侯府的那个小鬼倒真是救了我们一条命，这人情算我欠他的。谁进来了？是我，白天官道上给你们递话的。大半夜的，你不要命了？怎么找来的？你们坐的是牛车，车辙比那帮差人的骡车浅，好认。你白日里说的别喝驿站的水，到底什么意思？6天前在泥河驿，我们喝了水，当晚老爷和夫人就吐血没了，少爷也没撑过第2天，只有老太太嫌脏没喝。我因为去捡柴回来晚，没轮上。你们出发是多少人？11人，现在就剩我和老太太了。白天你们的赵官爷跟我们差役说话时调的，我捡了。毛子队到了泽州，赵武要把我们交给他们，斩草除根。那是程之言养在泽州的私兵，专门干杀人灭口的勾当。你家老太太的腿现在怎么样？红不红？热不热？又红又烫，一按一个深坑，站都站不稳。黄芩煮水给她喝，车前草捣碎敷在膝盖上消肿。姐姐，你是大夫？不是，勉强算半个。姐姐，过了泽州渡口有条岔路，不走官道往南翻蛤蟆岭，能绕到南门外，那里没有卡哨。
为什么帮我们？六叔死前拉着我的手说，在这条路上，能帮的就帮一帮。你能走路吗？蛤蟆岭的岔路，赵虎也知道。我们若走那里，他第一个去围堵。那就不走那儿，我们走水路。3里外那片芦苇荡，连着大河，直通泽州。腿热了，黄气港真管用，你暂时死不掉了。赵校尉，我们今天走不走？急什么？牛歇半天，午后再说。他不急，说明泽州的那些杀手也还在等信号。他表现得这么从容，看来这死局布得很深呢。那我出去转转，寻点野果。别走远，我这2条腿还能跑得过你的4条腿。这水路直通泽州，只要扎个芦苇筏子，就能走水路避开卡哨。但我必须拿到赵虎腰上那把刀来砍芦苇才行。赏你的，沈夫人。曼陀罗籽吃下去不出半个时辰，手脚发软。赵虎要等我瘫软，直接收网，我拿去和沈静波分着吃。谢赵校尉。客气什么，沈夫人。州里有曼陀罗，他要动手了。我们走水路，但你需要装死拖延时间，演得越惨越好。你让本首府装死啊？你要面子还是要命？如何装？嚼碎含着，吐出来的红汁最像吐血，千万别吐太快，先假。你除了缝猪皮还学了什么？学了让你少废话，吃你的草。赵校尉，快来，他吐血了！别费劲了，沈夫人，这种伤可血，是五脏烂了，他撑不过3天。还有3个时辰，我必须拿到那把刀，带他走。你准备怎么拿刀？走一步看一步，这狗东西精得很，强抢没戏，只能智取。等把这半死鬼交接给卯字队，拿到那300两，老子就去越州盘个小铺木享清福。至于那小娘们儿，再能咬人，喝了曼陀罗的粥，这会儿也该软成一滩烂泥了。怎么，沈夫人不舒坦？水，头好晕，有没有水？赵校尉，那粥是不是放坏了？我心慌的厉害。沈夫人，你还是先进屋躺着歇歇吧。哼，好好的精米怎么会坏？沈夫人，睡一觉就什么都不用愁了。哎，我去歇着了，范总好叫我。长刀没敢拿，但这个够砍芦苇了。这刀钝，芦苇敢刃，当心手。放心，我这双手是用来干大事的，废不了。你在这装死，我去扎筏子。小满，昨晚去那儿没被发现吧？没有，老太太。那神仙姐姐给的药真管用，可他们能活下来吗？沈家那个玉面绵楼命硬得很，只要他不死，这天就塌不下。你且看着吧。
不能停，赶在申尸前活下去。宋之玉呢？水，宋之玉，给我水！哼，喊吧，喊破喉咙也没人理你。二，那姓赵的怎么还没到？急什么？程侯爷交代了，活口不过河，只要他把人带到，剩下的咱们接手，一刀的事儿。小满，别留了，草药干了就没用了。万一前面还能碰上那个姐姐呢？她是个好人，好人应该偿命。这世道好人难活，不过沈家那小子命硬得很，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这才是成大事的料。好了，好啦，双人敞篷游艇，全景天窗，限量款。你为什么不自己跑？以你的本事，一个人跑掉并不难。第一，我两眼一抹黑，不认路；第二，你半夜让我小心，我今天就带你走。只要过了河，我保你命。别画大饼了，先想办法把门外那条疯狗弄翻。他来了。沈夫人，午觉睡得可好？细皮嫩肉的，到了泽州卖给暗门子，倒也能换几两银子。睡吧，睡死过去，这罪也就受完了。哼，唉。2秒，这个空隙只有2秒。动一下，我就割开你的喉咙，喷出来的血能当场溅到房顶上。你们敢杀朝廷官差，是不想活了？你死在这儿，官府只会查到流放犯遭遇山匪，同归于尽。泽州的卯子队等不到你，程之眼也只会当你卷款跑了。手背到后面去，快点！好刀！董志远，你这个贱妇，老子做鬼也不放过你！做鬼记得排队，前面等着掐死我的人多着呢。能走吗？走不了也得走。杀了他，我们就是杀官逃犯。各州府会发海捕文书，我们寸步难行。这破屋在官道背面，10天半个月都不会有人来。水缸里有断肠草，灶台上有药粥。赵校尉，祝你安好，走。你刚才那一脚很熟练。杀猪练过。还有多远？快了，闭嘴，省点力气。能扶下来。你要是嫌弃这敞篷的，现在就走回官道找赵虎自首去。手给我。走起。
我没那么重，别撑太急，你掉下去，我们谁也走不了。你确实不重，全是硬骨头，轻飘飘的。等到了泽州，我请你吃碗面，加2个蛋。好。没路了，水路在这里分叉，左边水流快，右边全是死水草。沈金寒，往哪儿走？往左。你确定？你又没来过这儿。当年我批复泽州水利图，曾见过这一段暗河的走向，左边虽险，却是唯一的生路。这脑子是内置了北斗导航吗？行，听首府大人的。不止一批，是泽州来的杀手，或是搜山的人。有人在下面！看清没？全是雾，看不清。不过看动静，应该是几只野鸭子惊了。走，继续往前走，连只苍蝇都不能放过。抱歉，事急从防。你道什么歉？舞得好，下次还舞。不能往前走了，这宽水面上，咱们这木筏就是官兵的活靶子。法子，不能留。知道。转过去，我看看伤口。伤口感染了，没有药，这黄胶炎灵要怎么治？这路脏，很难走，但只要活着，就一定会走到尽头。沈金寒，我们一定会活下去的。顺着脚印找到这里，抓流放逃财能赏2两银子。堵左边，拿绳子进洞抓人。别过来！李尚书，这娘们看着是个硬茬，怕个鸟！咱们6个大老爷们儿还拿不下个娘们儿。收到。他们是要抓我们换赏钱。这是百姓，不是杀手。你那把刀能砍几个？砍死一个，我们就是杀官兵的重犯，插翅难逃。放下刀。我们是青州发配来的流放犯，路上遇劫与差役走散。老张，送我们去泽州府衙，这2两赏钱，你们拿得安稳。李正说，他别是在诈咱们吧？诈个屁！看他那样子错不了，绑上。二柱，你媳妇看病的钱就指望这个了，动作麻利点。李正说，到了城里，那府衙能痛快给钱。上次抓了个偷牛贼，衙门推脱核实，最后赏钱克扣了1半。这次是朝廷通缉的要犯，咱们不去县衙，直接去州府通判衙门。难怪你主动要求送官，进了通判衙门，在明面上，赵虎和那些杀手反而不敢直接下黑手。最危险的地方，也最容易重新洗牌。
堂下何人？罪人沈金寒，原配发岭南，途遇劫匪，差役生死不明。大人，这两人分明是畏罪潜逃，依我看，先打20杀威棒。慢着，既是朝廷重犯，本官自会查勘，先押入南监，不可使其逃脱，亦不可使其在狱中毙命。是。那陪同判是你的人？4年前他是刑部侍郎，由我一手提拔。后来我卷入逆案，他是第一个签合我的人。叛徒？那他今天为何保我们？当年他弹劾我是为了明哲保身，而他今天保我的命，是因为4年前我本可以拉他下水，但我没有，他欠我一条命。竟然不是发馊的糙米饭，黄芪补气固表，党参健脾。这泽州通判不仅懂做官，居然还懂药理。快吃，这可是大补的救命方子。怕有毒？放心，毒不死我，就毒不死你。3日之后换囚衣。老子是兵部差遣的校尉，海捕文书写的明明白白，人抓到了，立刻交给我带走。你们通判衙门算什么东西？敢扣我的人！赵校尉，人确实在南监，但依大梁律法，异地落网需核验正身，移交兵部刑部，这流程慢则半月，急不得。放你娘的屁！老子今天必须提人！赵校尉，这里是泽州府衙，你带的人再多，敢在这儿闹事，本官现在就能以谋逆罪将你当场乱箭射杀。你要不要试试？好，裴大人，我看你这流程能走几天？城外可住着卯子队，咱们走着瞧。城外是卯子队，只要我们踏出泽州城半步，就是死局。你昨日说裴长聘为了自保曾弹劾你，那他今日为何还要顶着镇远侯的压力保我们？因为他不蠢。3年前，我若想拉他下水，只需在口供上提他一句，我没提，保了他满门。你为什么不怕？怕什么？都怕。昨晚面对恶名，你第一反应是拿刀拼命，今日听到赵虎拔刀，你握紧了拳，这可不像是那个只会尖叫的宋之仪。你到底是谁？如果我说我死过一次，被阎王爷嫌烦，一脚踢了回来，你信吗？不信，但我看中现在的你，只要你有用，你叫什么都不重要。大人，属下无能，当年没敢保您。起来，你活着比跟我一起死在当年有用的多。泽州水流的暗线已铺好，后天子时老胡会送来衣服，你们换上，从牢房地道爬出去。城外河滩有人接应，卯子队封了所有陆路城门，后天子时必须走水路。别耗丧了，再耗今天一口水也别想喝。胡爷，您省省力气，这小子昨晚皮肉受了罪，这会儿正疼得紧呢。又是你们两个晦气玩意儿！吃饭了，聋了吗？冰片、3七、血滴，这是上好的金疮药，是裴长云送来的。转过去，外科主任查房了。你昨晚说不信我是死过一次的人，那你觉得我是什么？深山里的狐妖，还是借尸还魂的厉鬼？宋平之女宋之仪，京城小商户出身，为了攀附权贵，拿祖传的方子做投名式，求镇远侯府牵线，嫁入沈家。原主居然还有这种见不得光的手段！嫁入沈家后，你挥金如土，结交权贵女眷。沈家落难那天，你带走库房最值钱的金叶子，还逼我签休书。听起来
确实是个又蠢又毒的女人。她不蠢，只是贪。但现在的你不贪，你认药极准，懂缝合，遇事比男人还冷静。最重要的是，你眼里没有对皇权和官阶的半敬畏。原来的宋之涵就算死也做不到你这样。你到底是谁？沈夫人，坏事了！赵校尉带着卯子队的人闯进来了，裴大人根本压不住，他们点名要单提你出去。别去，躲不掉的。他不敢在这大牢里公然杀我。你在这儿等我，我一定回来。沈夫人，兜兜转转，咱们又见面了。赵校尉，你命可真大，那一缸断肠草居然都没把你送走。你以为进了泽州府衙就万事大吉了？你以为裴长宗那个泥菩萨能护得住你？老子告诉你，你们今天插翅难飞！你发什么疯？这儿是州府大堂，裴长根的眼线就在门外。你敢在公堂之上动用私刑杀了我，明天刑部的折子就能把你们镇远侯程之眼送上风口浪尖。怎么？你觉得你们程侯爷敢在这大朝会前夕担一个谋害朝廷流放要犯的罪名？弄不死你，老子也能剥你一层皮。说，驿站那碗粥你到底喝没喝？你哪来的力气暗算老子？喝了，只是赵校尉，你这下毒的手艺实在不怎么样。漫天华子磨得不够细，药味太撑，那粥又稠，我刚喝下去就抠喉咙吐了个干净。想要我的命，你下次不如多磨磨药。你打，今天你只要动我一根手指头，沈金涵就绝对不会放过你，不是现在就是将来。将来？他一个马上就要被折磨死的废人，还有什么将来？你赌不赌？你什么意思？你猜，为什么满朝文武只有他沈金涵是被流放，而不是被直接砍头？你再猜，当今皇上为什么偏偏留下了他的一条命？程之眼确实权倾朝野，可在这大梁天下，他真的能一手遮天吗？赵校尉，跟这臭娘们废什么话？让老子卸他一条胳膊，看他那张嘴还硬不硬！闭嘴！赵校尉，一炷香的时间到了，州府重地，提审也该有个规矩。你给我等着！明天出了城，我看在这荒郊野岭，还有谁能救得了你？你怕了？他打的小伤，法外狂徒的无能狂怒罢了。不过好歹是熬过去了，他不敢在衙门动手，现在只能等明天出了城。你不该去的。躲是躲不掉的，不如迎上去挨着一下，让他觉得他赢了，他才会放松警惕。明天晚上就是子时。换衣服。快换衣服！这活砖在哪？地道太窄，我先下。疼就喊出来，别憋着。流点口水，赶路。姐姐，陆小满，你怎么在这儿？老太太让我来的，说你们今晚肯定会出城。我顺着河畔找，碰上了这位传家大叔。这包袱里有我这2天在路上挖的黄芩和车前草。姐姐，老太太让我带句话给这位大老爷。她说，沈首府的案子和永宁侯的案子
是同一个人在背后做局。是谁？老太太让您查严。快上船！此时3刻了，宣城军马上就要换防了。不好，有追兵！宋之隐，我说过，活口绝不过河。发什么愣？乘船！赵校尉，水流太急，追不上了。走蛤蟆岭，朝近道去越州地界堵他们。老子就不信他们能飞上天！你疯了！徒手去拨铁剑，你这只手当真是不想要了？那剑的方向偏了3寸，原本射的是你的后心。谢谢。下次躲快点。小马，去外面捡点干柴生火。咱们这境况可真是个艰难的求生局，连条狗都没有。这点钱在越州怕是撑不过3天。你刚才说什么局？没什么，夸你运筹帷幄呢，首府大人。洗是洗干净了，但现在有个大问题，你这长相太不合群了。什么意思？你这长相太扎眼，走在街上一眼就非富即贵，容易打草惊蛇。那你想如何？首府大人，为了活命，今儿就得委屈你乔装改扮一番了。行了，从现在起，你叫宋大，我叫宋氏。小满，你叫我们什么？叔叔、婶婶？不行，叫叔叔婶婶。别人若问起你爹娘，极易露馅。往后叫姑姑、姑父。姑父，你吃饼。姑父，跟着我们不怕死吗？老太太说了，她自己腿废了，走不到岭南。她让我一定把话带到，只要我跟着你们，才能找到活路。永宁侯府的案子，也是程之燕的手笔。他要的是这江南的沿路，永宁侯挡了他的道。盐？你之前说程之眼构陷你，也是因为盐？沿路及国脉，大梁官盐贵，百姓只能买私盐。程之眼控了南方的私盐，等于掐住了朝廷的咽喉。我当年推行清吏法，就是因为查到泽州和越州的账目对不上，差一点就查到他的底牌了。这就是垄断。咱们现在在越州，等于在他地盘上蹦迪，就是找死的意思。可以这么理解。赵虎没接到人，官到城门盘查便会急严，不能进城。越州城外30里有3日一开的药市，鱼龙混杂，官府管得松，去那里落脚。药市，这可是我的专业。小马，把你的草药拿出来，我教你怎么分拣。咱们明日去摆摊。这是黄芩，这是车前草，还有你刨的野葛根。这黄芩成色不错，但没炮制过，卖拍不上架。明日到了药市，看我眼色行事。你真的懂药？略懂皮毛，混口饭吃罢了。总不能真指望你这个重病在床的姑父去扛大包吧？睡吧，明日开始，咱们就是越州药市最底层的打工门路了。让开！新鲜挖的黄芪、葛根，没泡过醒水的实诚货，走过路过看一眼。
姑姑，这能卖出去吗？别人摊子上的黄芩可比咱们的大多了。大的是泡了10方水催的，入药会吃死人。咱们的货虽然小，但干净实在。你的黄芪根切面茶口利落，泡了反水？没泡，原根晒的。少见。现在市面上的黄芩10斤有8斤泡蓝增重，你这个到10称。10称不10称，得看买主识不识货。您要是只看个头，大可去前边大摊位；若是买去救命的，我这儿的药绝对干净。哼，你男人病成这样，你这几根草药卖了也凑不够抓药的钱。我姓叶，济仁堂的东家。你这分拣药材的手法不错，我铺子里缺个懂行的杂工，日结工钱，包一顿饭，干不干？叶九娘，这可是越州最大的药材商，真是天无绝人之路，避风港来了。干！但我有个条件，我男人和我侄子得跟我一起，他们不白吃饭，能帮着干点零碎活。行啊，只要你不怕他死在我铺子后院里。他命硬得很，死不了。条件有限，首府大人先委屈一下。从明天起，咱们就是济仁堂的正式牛马了。牛马？干得比牛多，跑得比马快，吃得比鸡少。在我们那儿，这叫打工人。这家铺子流水很大，但他们库房的进出账目不对。你怎么看出来的？刚才路过中天，我看到3辆空板车停在侧门，车辙印吉神。越州药市3日一开，今天不是进货的日子。你怀疑叶九娘在做黑市买卖？一个寡妇能在越州撑起最大的药铺，靠的绝非实诚。她背后有官府的线，或者说，是官府在逼她走线。官府的事咱们现在管不着，当务之急是搞钱买药养伤。我前院去瞧瞧有什么活儿。小满，看好你姑父。姑姑放心。陈师傅，东家让我来帮忙分拣。哼，面黄肌瘦的，去把那堆防风和沙图挑出来，防风留根，杀参去皮，手脚麻利点，弄坏了扣你工钱。陈叔，您瞧起来的，这手速比您带的徒弟还准呢。哼，不过是个粗笨的熟练活罢了，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老陈，新到的黄连，南河商后送来的，东家在对账，你先验验货。南河商后的货就是稳，这批味中条干粗壮，颜色正，没掺杂碎。陈师傅，这货不能收。你个打杂的村妇，懂什么黄连？这可是传输过来的上等味和。正宗味莲，折断后端面有菊花心，中间有空隙，这叫过桥。你看看这个，端面平坦，木质部纤维死硬，连个孔都没有。这是今年的新货，长得实诚。哼，长得实诚。陈师傅，你拿舌头舔舔，敢吗？苦味浮于表面，入后就散。正宗味莲苦入骨髓，嚼一点能苦上半个时辰。这是马北侯，俗称水红莲，外形虽像，但药效天差地别，这叫平替，懂吗？水黄连，那价钱可只有味丁的3成，药性还弱。要是按味丁的价格收进来，咱们济仁堂这回可亏大了。你胡说八道！南河商后在城里做了多年买卖，怎么可能卖假货？这批货要是出了问题，你负得起责吗？吵什么？东家，这新来的妇人硬说南河商号送来的黄连是假的。你确定？100%。东家若是不信，随便抓一把去泡开水。味莲泡水汤色清透黄亮，水黄连泡出来必定发浑。叶东家，我们哥俩只管送货，旁的什么都不知道啊！滚回去告诉南河商户的管事，拿这种烂货来糊弄我济仁堂，他当我叶九娘是死了男人的软柿子。这批货原路退回，账期给我往后压3个月。你叫什么名字？
宋氏，好一个宋氏！从今天起，你不用在院子里分杂药了，去库房帮我理账理货，工钱翻倍。多谢东家。姑父，姑母可真厉害！刚才在前院几句话就把那个凶巴巴的陈老头骂得不敢还口，连叶东家都给他涨了工资呢。那个送假货的商号叫什么？叫南河商后。我刚才在厨房帮厨，听切菜的胖婶闲聊，说这南河商后是越州最大的买卖行，不仅倒卖药材，还倒卖私盐。越州城里80%的私盐都是他们家出的。南河商后私盐假药，6年前被截留的越州盐务账册，我派往越州案的御史，就是死在南河商后的货船上，最终却被以水贼劫财结案。程之言的手果然已经把越州渗透成了铁桶。叶九娘退了他们的货，等于打了程之言门生的脸，这继仁堂要出事了。小满，哎，姑父，去街上转转，不要去大药铺，专挑那些卖散盐的巷子去，问问他们最近3天南河商号的盐价涨了没有。好，我这就去。虽然升了职，但在古代库房里消这差事，到底是个体力活，脖子都快断了。宋氏，东家，你懂药理，懂跑制，甚至连南河商号的底细都一清二楚。你一个乡下来的村妇，不可能有这种见识。老实交代，你到底是谁派来的眼线？东家要是觉得我是哪路对头派来砸场子的，大可直接把我撵出去。但我打赌，您不会。哦，我有什么不会的？您这铺子缺人，缺一个真正懂药的人。陈师傅年纪大了，眼神不行，连水黄梨都验不出来，铺子里的学徒又没一个能独当一面。南河商号敢拿假货糊弄您，就是吃准了这一点。我不是谁派来的，我就是个跑路的倒霉蛋，当家的病得起不来身，工钱比脸还干净，还带着个半大孩子，走投无路。您问我为什么懂药？因为我爹是药商出身，我从小就在药堆里长大。药商的女儿怎么会嫁给一个囚犯？嫁了个读书人，读了一肚子圣贤书，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全家遭了殃。行，我不问你来路，当我把话撂这儿。继仁堂是我拿命挣下来的家业，你要是敢在我的铺子搞名堂，我叶九娘绝对剁了你的手去喂狗。东家放心，我这双手还指望挣饭吃呢，舍不得喂狗。明天陈氏到库房，库里积压了一批陈皮，都快发霉了，你看看还能不能救？姑姑回来了，厨房的胖婶给我留了2个馒头，热的。叶九娘试探你了？是了，我说我爹是药商，我从小学的手艺。他信了？信不信不重要，他现在需要我。南河商号送假货这事，说明他跟人家的关系已经很紧张了，他急需一个能帮他把住进货关的人，我就是那个人。姑父，你让我打听的事儿我问到了，南河商后的盐这3天涨了，前天1斤散盐45文，昨天48文，今天小贩说50文都不一定拿不到，卖盐的老头都在骂街，说他们囤货不出，逼着涨价。3天涨了5文，这涨得也太快了。不快，这是试探性涨价，先小幅拉高，看官府的反应。若刺史不管，下个月就会翻倍。越州刺史是程之眼的门生，南河商户是程之眼的钱袋子，官府有抽成，自然不管。私盐越贵，程之眼赚的越多。姑父，那么不吃盐不行吗？不吃盐，3个月人就废了。盐这东西跟命一样。小满，明天继续去，不要去同一条巷子，换个方向。这次不问盐价，去问南河商后的货船从哪个码头走。你在画什么？越州的水路，盐走水路最快，若找到它的运盐线，就能找到它的账。有了账，程之言的盐路就不是秘密了。先别想那么远，
你现在的任务是养伤。明天我去库房，争取多学点济仁堂的底细。你老实躺着，别到处跑。我又不是狗。狗还能看家呢，你现在连看门都费劲。姑姑，你这几天想回京城吗？没头想，先活过明天再说。受潮了，但没烂透，先摊开去潮，再用低温慢烘，火不能大，大了挥发油跑光，陈皮就废了。后院有块空地，我叫2个学徒帮你搬过去。宋姐，这怎么看出来是霉的？看着跟好的一样。捏，好的干燥有韧性，发霉的捏起来发面，指尖发滑。你们陈师傅没教过你们？姑姑，我刚才路过钱塘，听见掌柜跟一个穿绸衫的矮胖子吵架，那人不让进后院，大扫明的，非要见叶东家。叶东家，昨天退回去的黄连是个误会，折价3成重新送来，再搭一批上好的川贝母当赔礼，何必把路走窄了？回去告诉王管事，路窄不窄不是他说了算的，没正经未连，免谈。南河商后来人了。你怎么知道？钱塘吵闹，厨房的动静突然断了3息。来人想折价赔礼，被叶九娘硬顶回去了。南河商号背后是程之言，他一个寡妇开药铺硬顶程家，若非鲁莽，便是手里有什么东西让他觉得有底气。他在藏什么？不急，先干活，先活着，该露出来的早晚会露出来。宋家的，你那批陈皮该翻面了，太阳过顶了，再不就焦了。哎，来了，快把饭吃了吧。宋氏，你在我这库房待了也有3天了，可看出什么门道没有？东家的库房打理的极有规矩，药材防潮防虫，皆是上等。不过，这库房最深处的那间屋子，我倒是一次都没进去过。那间房不归你管，收起你的心思，做好你自己的活。是，东家。这味道不是白天晾晒去的陈皮。那间锁着的房，别去。阿伯，你属瞎的！眼见着水缸都见底了，大牛，你死站着干嘛？灶廊里的灰掏了没有？干活一个个跟送殡似的。宋姐早，您今儿这气色，瞧着比昨日好多了。少拍马屁，赶紧掏回去，当心胖使的擀面杖。宋姐，你听说了吗？陈师傅今儿请假没来，昨晚他吃坏了肚子，在茅房跑了整整1宿，这会儿路都走不稳了。陈师傅病了，那今天钱塘送来的新货谁来验？没人管呗，掌柜的只会拨拉算盘，药材好坏他哪分得清？反正今天也没什么大货。表面全是细微的重眼，又是南河商后的烂货。看什么呢？东家，这批白厨全是重眼，也是南河商号的。去年跟他们签了契书，退不了。退不了也得退，这重眼是收割时就带的，说明南河的药田管理烂透了。这种药材要是入了丸药，虽吃不死人，但也治不了病，砸的是济仁堂的招牌。东家，我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你什么时候对我客气过？说吧。南河商后先是送假黄连，现在又送重铸白柱，这不是疏忽，他们是故意的，他们就是吃准了您签了契书，想逼您主动违约，好拿捏你。你说完了？说完了。说完了就去干活。那间锁着的库房，里面堆的是官府统购的药材。
越州刺史衙门每年向济仁堂统购3000斤常用药，供军营使用，价格却只有市价的40%，我赔本卖，他们还拖着去年的账期一文不给。所以你就拿好药卖出去回本，把这些烂药堆在这里，我用自己的好药去填了统购的窟窿。这些烂药越堆越多，我处理不了，更不敢让人看见。一旦被刺史衙门知道我拿统购的药掉了包，我这铺子当天就得被封。这里一共积压了多少斤？800斤出头。防木、仓畜、杂招全是去世的药。越州潮热，这几样最容易发霉。我方才看了，泽碗烂透了，大概有200斤。这批确实废了，但剩下的防木和仓畜还有得救。怎么救？分3步。第1步，搬出去开箱通风；第2步，筛选分拣，将谋见到内心的扔掉，完好的留下；第3步，炮制。防溃用黄酒拌炒去霉味，仓制用米露水浸泡1夜后温火慢烘。这样处理，品级虽降，但不影响入药。你爹那个小药铺子，当真能教得出你这种本事？我爹那铺子虽小，但该学的我可一样没落下。黄酒库房里有的是，米糕水等会儿让厨房给你送。你需要几个人手？2个就行。大牛和阿福。给你3个，拿着，这是你今天的加班工钱。东家大方。宋氏，谢了。姑父，刚才厨房的胖婶跟切菜的王叔吵得可凶了。吵什么？王叔说下个月盐价还得涨，胖婶骂他乱嚼舌根，王叔却说是他那人亲耳听南河商后管事说的，还说南河最近招了好多新伙计，新造了2条船。照这势头，年底前越州的散盐贩子全得关门，整个越州就只剩他们一家卖盐了。垄断。小满，明日你去一趟白沙渡，切记不许靠近，就在对岸茶滩坐着，数清楚他们有几条船，往哪个方向走，回来报我。明白了，姑父。哎呦，笑什么笑？分拣药材，手感扎实，端面有粉质的是好防针，一掰就碎；端面发黏的是烂货，好的放左，坏的扔右，学着点，以后用得上。大牛，去跟胖婶儿借2口大铁锅。阿福，去钱塘支10斤黄酒。哎，什么？查封？谁下的令？济仁堂夜市接令，越州刺史衙门有令，济仁堂统购药材已自充好，着即封尊全部库房，待查验核实后另行处置。差人，这使不得啊！我们济仁堂开了11年，从未出过纰漏啊！让开，别官差办案！这文书用的是刺史衙门的印，正是赵刺史亲笔。那统购药材归哪个衙门管？自然是刺史衙门。错了，统购药材的入库调拨皆归越州转运司管辖，刺史衙门只管拨款。你拿刺史的批文来封转运司的货，这叫越权，懂吗？坏了，文书虽然越权，但那间锁着的库房里确实压着800斤煤料。一旦他们不顾程序强行硬闯，叶九娘必死无疑。必须得把这把火烧到别处去。这位差爷，啊，你算个什么东西，敢插手官差办案？我是这济仁堂的杂工，差爷今日既然是奉命来查统购药材的质量，那这可不能光查我们济仁堂，也该查查给我们供货的南河商号吧。差爷请看，这是南河商号送来的白薯，端面的虫眼清晰可见，虫蛀率早已超过30%。这济仁堂统购药材的原料有一半可都来自南河商会的长期供货，若是南河的原料本身就有毛病，这以次充好的板子到底该打在谁的屁股上？你不要命了，大牛，别作死！哼，你一个杂工，懂得什么？少在这里多嘴！杂工也是长了眼睛的。差爷今日若非要强封库房，请便。不过这根重织的白包我可留着呢。你拿着烂草威胁本官？怎敢！我只是想着改日去转运司递个状子，请转运使冯大人亲自看看这南河商号的货色。等查出了本底，今日这越权封库的差事到底是谁办的，咱们转运司里自会原原本本掰扯得清清楚楚。收取封条，今日先核验账目，库房暂且不封。3天，叶东家，3天之内把统购药材的出入库降注送到刺史衙门。哼！
若是账目对不上，下次来拿人的可就不是本官了。走了，真走了！哎呦喂，可吓死老妇了！走了，宋姐，我刚才2条腿都吓软了，差些就给那狗官差跪下了。你哪天腿不软？宋氏，方才你那番话是替我挡的。东家言重了，我不过是替自己挡。我在您的铺子里干活挣工钱，这铺子若是被封了，我上哪儿吃晚饭去？3天，那狗官差只给了3天交账，但这统购的3000斤账目是根本对不上的，实际入库只有2400，剩下的600斤我拿了自己的好药补给，可品种体地天差地别，他们只要翻箱一查一个准。东家，我倒是有个主意能把这死账做平，不过我得拿着主意跟您换样东西。你想换什么？3张录制。你要去南边。南边。陆毅的事儿，等你把这死账做平了，咱们再谈。先把我的账做平。你提了转运司，确实打在了那一木的死穴上。越州转运使冯宇与程之眼不睦，也是少数几配合清理法的官员。不用他的名头，库房当场就得被封。但转运司的人一介入，程之眼的眼线很快也会注意到你。总比没落脚地强。3天时间，我必须把防贼和仓巢全部炒制一遍。只要药材一变，原先品种和产地的痕迹就全被抹消，再把账目上的品种和数目调一调，对得上库里的实物就行。做假账，这叫财务优化。姑父，那我明天还去白沙渡数船吗？去，不仅要数，回来时顺路买回2斤粗盐。咱们没剩多少钱了。炒苍竹必须用盐，解毒燥湿，药性才稳。明早我去胖婶那里借2口铁锅，顺便把她厨房腌咸菜的粗盐也借一些。你今天做得很好。首府大人，你夸人的法子永远都只在及格线上。何谓及格线？睡觉。宋家的，快起来！你要的6斤粗盐，我给你搁在灶房门口了，多1两都没有。我这腌片菜的量可全给你扣出来了。哎，知道了，谢胖婶。宋姐，大锅借来了。胖婶说用完得刷3遍，不然拿擀面杖揍我。架上，阿福，去把那10斤黄酒抱来。跳，盐还会跳。少废话，烧火。小火，火太大了。宋姐，这炒完了跟新药能差多少？品级降1等，药性不打折，研制引药入肾，比生药更值钱。学可以，别瞎嚷嚷，这叫技术壁垒。我说宋家的，你这跟炒菜似的，去酒楼当大厨也是一把好手。炒药比炒菜难，菜炒糊了顶多掉掉，药炒过了是要吃死人的。成色不错，这主意是你男人的，我自己的。他只管躺着出谋划策，跑腿干活的是我。你这日子不过得也挺带劲。姑姑，出事了！白沙渡大船变成了5条，还有人在卸木箱子，有个箱子没盖严，里面反光。什么东西反光？刀，一箱子的刀。宋姐，你手抖了，该起锅了。热的，你们把剩下的收了搬进库房，我去找东家。东家，账我做完了，研制仓储410斤，酒制房鸽360斤，加上原本库房里没问题的存货，总数和统购的3000斤只差了不到200斤。那剩下的赌胶呢？重铸报损193斤，已单独列出了。我查了您前年的旧账，转运司允许的自然损耗是5分，多出来的43斤，我分担到了4个季度的损耗里，每季度多报10斤出头，绝不眨眼。你连前年的旧账都翻了，你绝不是寻常药商之女。药商的女儿做不出这般活账，能把死账做平的人，整个越州也数不出几个。你比钱庄岳逢3两的账房先生还要强。
他那是没被逼到这份儿上。东家，账做平了，您答应我的录制呢？3张，不过我有个条件。请讲。你那个病得起不来身的男人，我想见见。你这般手段，背后那个人绝不只是个寻常的落难书生。好，我回去同他商量。南河商号的人今日在对面茶坛死盯了1个时辰，越州不平，要走就尽快。录音应下了，但叶九娘明晚要来柴房见你。还有，南河商号的人今夜正在谢一香香反光的利刃，他们走的根本不是私盐，是军火。白沙渡通岭南，程之眼在以盐换铁，囤积兵器，饲养兵马。叶九娘退了他们的货，其实已被迫入了局。你要拉他下水？是借力。明晚让他来柴房。成，听你的。不过你今晚可别再熬着了，瞧你那眼底2个大黑圈，跟化了烟熏妆似的，难看死了。烟熏妆？就是很难看。睡觉。宋姐，别等了，东家让我来跟您说一声，他今晚怕是过不来了。哦，出什么事了？城南布行的刘老板带了几个大客商，非要请东家吃酒，这生意上的应酬推不掉，东家这会儿已经套车走了。知道了，你也早点回去歇着吧。叶九娘没来。没来，说是城南布行请酒，推脱不开。她不是推脱不开，她是在试你。是我什么？是你急不急？你若是急了，主动上门去催，便说明你在这越州走投无路，有求于他；你若是不急，安安分分在库房干活，便说明你底气十足，另有依仗。商人的脑回路还真是和你们当官的一样弯绕。有底气的人才值得他赌上继人堂。那咱就不急，反正今天的仓业还没炒完，明天正好收尾，看谁熬得过谁。嚯，宋家的，你这陈皮烘的真不赖，闻着竟有股子好闻的橘子香。我以前闻那都是酸臭味儿。慢火烘的，火候大了油气会跑光，便只剩酸败的陈味了。宋家的，我跟你打听个事儿，你家那男人到底是得的什么怪病？怎么这么稳？昨儿我给他送热水，顺着门缝瞧了一眼，那人就坐在草堆里看我一眼，吓得我手一抖，水洒了半壶。那眼神可不像是寻常生病的人，倒像是衙门口坐堂审案的官老爷。他就是脾气不好，病久了看谁都像欠他钱，你往后别搭理他就行。唉，你也是不易，九娘也是个不易，你知不知道她年轻时候的事儿？不曾听闻。她17岁嫁了人，男人是个秀才，结果23岁那年，她男人因为在课上妄议朝政，被官府捉拿，当晚从后墙翻出去跑了，后来在城外投河了。这10一来，她全凭一口硬气，一个人把继人堂撑到了今天。叶九娘派人传话，亥巳时来柴房。你脸上的锅底灰洗不洗？你说呢？洗吧，既然要亮底牌，就别藏着掖着了。成了，现在看着就对了。小满，一会儿东家进来，你去门口蹲着，若是有人靠近，就学猫叫。学猫叫？我学狗叫不行吗？你一叫，胖婶保准拿着擀面杖出来撵你。快去！你是？东家，坐下说。清吏法，大梁元和15年，朝廷在越州推行清吏法。当时刺史要封我的铺子，是您派来的御史拿着条文一字一句驳回了刺史的批回。那御史说，清吏法是内河首府沈大人定下来的。首府说，以法护商，商才能养民。沈大人，当真是您？不用跪，坐下说话。谈大事得有酒，我爹当年教我的。叶东家，我问你3件事。沈大人请讲。第一，南河商号的盐是从哪里运来的？
泽州，走水路，从泽州的鹤鸣盐场出发，沿丽水南下，到越州白沙渡卸货，分销到各州县。这条线他们已经走了至少5年。第二，他们的联络线走哪条？陆路和水路各一条。水路是丽水，陆路走苍云山脉的伏虎岭，伏虎岭上的大寨叫伏虎寨，匪首叫马三刀。南河商号每个月给他们20两买路银子，盐和别的见不得光的东西都从那儿走。第三，岭南那头是谁在接货？这我不确定，但我听我铺子里一个长跑岭南的老掌柜提过，接南河商号的人穿的是官兵的甲衣，可做的事却跟土匪无二。盐场水路苍梧山，岭南驻兵。程之眼构陷我，不仅因为我挡了他在朝堂的路，更因为我当年只差1步就查到了他的私盐。沿路及国脉，他控制了及国一条线，就等于在朝廷的咽喉上架了一把刀。路养是商队的，下个月初3跟队走。地图是我的老掌柜画的，7、8成准。这短腰你留着防身。多谢叶姐。别谢我，我只求你们活着回来。等回来了，我请你们喝我藏了6年的桂花酿，可不是这破酒。伏虎寨，赵虎没再追了。他在等什么？他在等我们送上门。苍云山脉只有这一条路，赵虎和马三刀要在那里把我们彻底围死。前有堵截，后有追兵，这一趟可真是9死1生的玩命买卖了。37道，今天该走了。能握笔了？能。那到了岭南，你可得重操旧业，多给人写状子糊口啦。宋姐姑父，这是厨房胖婶偷偷给的，还热乎呢。吃，这可是最后一顿白面了。出了这大门，咱们就得回岭南去啃鹰窝头了。宋姐，你真要走啊？我家男人要去南边投亲戚，铺子里可待不住了。大牛，事前教你那研制苍竹的法子，可别记差了。记准了，绝对不传给隔壁老王头。宋姐，这是我娘腌的萝卜干，你走了，往后谁来教我变药啊？我教你的够你吃3年了，以后自己开铺子，别老偷懒，哭鼻子丢人。王叔，你今天切菜能不能长点心？萝卜丝切得跟木棒似的。路上的药，金创药、止泻散、驱虫粉，省着点用。叶姐，你那坛桂花酿可千万留好了，别让耗子给偷喝了。滚吧！走走走，太阳上脸了还磨蹭，耽误了脚程。今晚大伙就等着在山里喂狼吧。这位兄弟还能走动吧？我这商队可不带担架。能走，走慢些就行。把式放心，我家男人就是身子虚些，腿脚还利索，绝不拖累大伙脚程。苍红山里可没人等你，要是实在走不动，自己去抓着骡子尾巴拖着走。放心，他要是走不动了，我背他。周老大，不信的话，咱们打个赌。姑姑，我在想，赵虎会不会已经带人在前面山里堵我们了？闻着像老中药铺的味儿。山里这野瘴气不是闹着玩的，头晕想吐，重的能直接倒在路边等死。撑得住吗？前面那段陡坡你上不去，等会儿我找他们借根绳子拉你。我自己走。你自己走，走到一半脱力滚下去，到时候我还得下山坡去捡你。前面第2辆车的押货伙计，腰上别着军刀。你确定？那军刀鞘口有铜框，民间的刀不用铜框，那是制式的。看来这商队里混进来了不该有的人，是赵虎的摊子南河商号的眼线。都加把劲儿，天黑前到不了歇马鳌，今晚大伙就等着睡树上喂狼吧。那个人，我们是跟还是避？不急，让他先动。
给姑父，我刚在路边砍的，比那根烂木棍结实多了。不错。挑火的靠东，睡觉的靠西，骡子拴中间。别怪我没提醒，踩了骡子屎滑倒了，别赖我。姑姑，这四面漏风的，真能住人？能，5星级露营地，原生态体验。那个人呢？第2辆车旁，位置偏西南角，离我们最远。最远？他在暗中观察，要是赵虎的人，早该动手。不一定是赵虎，南河商号的商队押货伙计带军刀，更可能是南河的护卫。老李头，你这是怎么了？头疼，晕得厉害，想吐。中暑了，谁有干姜？片姜去胀气。我看看。你一个妇道人家，我懂点草药。大爷，今天喝了几次水？一次。嘴里苦不苦？苦。小马，把包袱里的衣液拿来，再找个铜钱。不怎么晕了。把这个药草嚼碎含着，别咽，多喝热水。嫂子，你这手艺当真不赖。明天你走队伍中间，有人不舒服也好有个照应。行，听周大叔安排。嫂子，你家这位兄弟能好不？死不了。那个带军刀的人，刚才一直盯着你，他看的是你。你确定？你给老李头刮痧时，他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你瞧。本想高调救人，在商队里混个好人缘防身，没想到竟惹来南河商后的眼线。不仅是他刚才回了西南角，跟第2辆车的赶车人嘀咕了几句。那赶车人往咱们这边看了好几眼。明天过伏虎寨，咱们怕是避不开了。是吧？睡不着，那就闭眼数羊。你这古人还知道数羊？你昨夜说梦话念了不下100只，明天跟紧我。都精神着点儿，天黑前到不了歇马熬。大伙睡树上。嫂子，我这膝盖弯不下去，是不是风湿？看脚看炮都成，问诊前1人1文。都别吵了，前面就是伏虎寨的地盘了。过山费1人2两。二头哥，老规矩，我和8个弟兄呢，18两。散客呢？3个人6两。银子没有。没银子，那就拿命来抵。银子真没有，但我这里有金创药、止泻散、驱虫粉，还有几包新鲜的黄芩和车前草。这些药你们要不要？我们要药干什么？你们天天在刀口舔血，谁身上没几道口子？这一包上好的金创药足够10个兄弟止血救命。这等好药，平时有银子在这荒山野岭也买不着。别是假药。真假？你现在拿刀在胳膊上割个口子，敷上试试。你男人什么病？老毛病，治不好，拖着。阿豹，去后山把大嫂叫过来。不是叫马三刀，是叫大嫂。看来用药换路这一步是赌对了。二狗，出什么事儿了？大呼小叫的。大嫂，这小娘们没银子，想拿这些药材抵过山费，您瞧瞧值不值？这可是好东西。这驱虫粉也成，正好山里蚊虫毒，用得上。你懂药理？略懂1、2。那我问你，你可瞧过孕妇？看过。
我们三嫂怀胎8月，近来身子是越发不好了，整日里头疼欲裂，双腿肿得像发条的馒头，瞧东西也有些重影。找了2个土牢中来看，都说是胎气不稳，吃了一肚子安胎药，可人非但没好，反倒越发沉重了。你若是真的……病事不等人，我得亲眼瞧了，方能定论。成，带他们上山。当归、黄芪、白芍，4、5汤的底子，还加了大量的黄芪重补，这分明是纯补的虎狼之药。这药不能再喝了。大夫，我们三嫂这到底是怎么了？这根本不是胎气不稳，她这是气血上逆冲头。门口那罐黄芪当归是大补的热药，再喝下去只会火上浇油。放屁！这可是山下回春堂的老大夫开的安胎保神药，你一个黄毛丫头懂什么？谁在老子屋里胡说八道？三爷，这位宋姑娘懂医，她说……董一，老子看他是个满嘴喷粪的骗子。马三爷，你婆娘如今半条命都在阎王爷手里悬着，你若不信我，大可现在一刀劈了我。给我1个晚上，今晚我把人稳住。若是明城不见好，你要杀要剐，我绝不皱一下眉头。三哥，让他试试吧，那药喝了，我实在难受。1个晚上，明早上人若有一丝差池，你们3个一个也别想活！小满，帮我生火，今晚我们跟阎王抢人。脉弦而数，重按滑，这是中毒自身。宋姑娘，这是山下回春堂开的安胎方子，你且瞧瞧。当归、黄芪、川芎，这根本不是保胎，这是往火上浇油。门口那锅药立刻倒了。这可是回春堂的名医开的，哼！你一个丫头片子，说倒就倒。没听到宋姑娘的话，聋了，给我倒了！我手头缺天麻和钩藤，若实在寻不着，用夏枯草和野菊花也能顶一顶。你确定方子有用？这是天麻钩藤阴的简方，灵甘湿风。不过在活人身上用，我还是头一遭。那就当这是你的头一遭。宋姑娘，这是我们寨子里的老药郎，老头子，快把你的筐放开！天麻、黄芪、桑吉生，钩筒呢？山里雪大，钩筒早就烂光了。野菊花呢？这时节哪有花？只有些干叶子收在后山老鹰嘴的石缝里。可如今天都黑了。姑姑，我带他们去。我认得那钩藤，是不是叶子对生，带着弯钩刺的藤条？对，就在潮湿的水滩边。快去快回。头疼，太阳穴长得像要裂开，嫂子忍着点，我给你推拿，可能会有些酸。姑姑，瞧瞧是不是这个？就是这个，再熬1刻钟。
眼睛寒，我怕抽搐。我手里只有几味草药，万一他夜里突然抽搐，我什么法子都没有。那你为何还要接这差事？因为不接，他现在就得死。此时我叫你起来喂第2碗药，先眯一会儿。好，你负责叫醒我，我负责保住他的命。水肿退了一点，脉象也稳下去了。头不疼了。三爷，快来呀！三嫂说她不疼了。真好了，不疼了。多谢了。药方我写在灶台上了，按时服用，不能大补。二斗，去厨房把最肥的那只鸡杀了，熬汤给三嫂和那姑娘一人送1碗去。三爷，我这就去抓鸡。鸡汤先喝了再说，折腾一宿，我也饿了。他还没说放不放心。不急。放行还是留人，就全在这马三爷一念之间了。嫂子，喝汤，肉少吃。你现在脾胃弱，消不动整块的。姑姑，这鸡比胖婶做的好吃。你当着胖婶的面说，她能追你3条街。我要单独找他谈谈。现在不会有更好的时机。你刚救了他夫人的命，这份人情现在最重，放1天便清1分。你还打算装病汉？小满，带你姑姑去灶房坐着。嗯。鸡汤喝了？喝了。你不是什么逃荒的穷汉。不是。你到底是谁？4年前，你在松城戍边营杀了一个姓程的上官，他克扣3个月粮饷，又抽了你20鞭。你一刀砍下他的头，带着12个弟兄逃进苍梧山。你怎么知道？因为那桩案卷是我批的。内阁首辅沈清寒，坐下谈。程之言每月给你银子看路，不是看中你，这里是他运盐运刀的命脉。你不是他的盟友，只是一道用完就拆的门栓。继续。私盐案一旦暴露，第一个被推出去顶罪的就是伏虎寨，届时朝廷剿匪师出有名，没人会在意一个逃兵为何落草。你杀的程家到底，原判斩立决，案卷在我手里压了半年，没有批，因为粮饷确被克扣，你也确实先挨了20鞭。后来呢？我下台后，程之眼亲自批了斩立决，追缴同伙悬赏500两。你想让我做什么？2件事，让我们过山，把你知道的程家运营路线告诉我。就这些？
就这些。你若扳不倒程之言呢？那我死在路上，但沿路的证据会到该到的人手里，他的好日子长不了。你那婆娘真懂药还是蒙的？真懂。你运气好，我这辈子的运气都在战场上用完了。今晚给你答复。姑父还在说，三爷站起来了，又坐下了，他拍了一下大腿，安静，嘘。哦，你男人跟三爷聊什么呢？男人的事。哼，男人的事儿，到头来还不是女人收拾烂摊子。你男人也是个闷脾气，比你男人闷10倍，生气不吵就盯着你，盯得你先心虚。天麻3钱，月份大了，尽快找个稳婆。生产时身边不能只有男人，没用。我家那个见血就脸白，杀人不怕，生孩子能吓死他。明早走，栅栏我让人挪开，翻过腰子岭，往南2日便能出山。30两，纸上是程家的运盐路线，哪个渡口接货，哪段走山路，岭南由谁接应，我知道的都在上面。三爷，别叫三爷，一个逃兵当不起。嫂子的药方在灶台上，后山有钩藤，每月采1次。还有，孩子生下来若是男孩，别让他上山，送下去读书。走。沈大人，你若真能扳倒程家，我欠的那条命随时可以还。姑姑还没到吗？快了。你第4次这么说了。这就是岭南安之地。周爷，来新的啦！沈京涵，大梁内阁首辅，谋反案流放犯，大人物啊！我这小庙可接不住大佛。在下周典，安置地管事，上头有令，谋逆重犯到配所后，需另行看管。地方已经备好了，委屈沈大人。凭什么单独关他？流放判的是安置服役，不是？嫂子，刑部文书我比你熟，你若不信，我拿出来给你看。去哪儿？后面有间石屋，结实，不漏雨，比这些茅棚强。别闹，等着。多大了？16。算成丁。男犯区在东，自己找空位；女犯在西。我何时能见他？重犯不可随意探视，先安顿，有事慢慢说。对了，最近这里闹病，别喝生水。新来的，3个人，我男人被关石屋了。石屋啊，上一个住进去的，撑了40天。
第3间能住吗？能。上个月死过一个，拉肚子死的。你若不嫌，不嫌。1天2顿，新人管3天，往后自己想办法。怎么想？种地、砍柴换粮，再不然就求周爷赏口饭。你男人是谁？怎么关了10屋？一个读书人，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这里的人，哪个不是得罪了不该得罪的？沈静还让我等，可他究竟在等谁？太子梁玉的信，还是赔偿钱的人？抬出去吧，还是老地方，第8个了。隔壁那个死了，姓孙，原是徐州的教书先生，替人写了篇讨要欠薪的状子，便被发配到这里。来了半个月，第3天就开始拉肚子。这水大家都喝，不喝这个喝什么？前头的溪水也是这个味道。我姓郑，你叫什么？宋之一。宋家的，早饭去东头灶房领，去晚了便没有。还有，别跟姓贾的女人多话，她跟周爷说得上话，你说什么，她转头就能卖出去。谢正神。谢什么？明日你便知道，这地方没什么值得谢的。宋姐，东边棚里睡我旁边的赵老三，昨夜一直发抖，浑身滚烫，还说胡话。还有什么症状？拉肚子，腿上、胳膊上都起了红疹。他原先做什么的？泽州漕运工。昨日还分了我半块红薯。大爷，能再多要一点吗？规矩就这些。沈大哥那边有消息吗？没有，周典不让探视。我昨夜远远看过，石屋门口2个拆成轮班，铁锁是新的，窗洞只有拳头大。看见他了吗？太暗了。小满，你今日在安置地转一圈，看有多少人病了，都是什么症状，再看看附近有没有草药，别惊动周典的人。大哥，这几位怎么了？昨日开始的，老赵最重，烧了1宿。周爷说病了就自己待着，别出去传人。给药了吗？药？你是新来的吧？这里死了人往林子里一扔，哪儿来的药？至少11个人发病，高热、腹泻、出疹，又都集中在西边。不是瘟疫，是疟疾叠加不洁水源引起的痢疾。找周爷。周爷正吃早饭。哼。那我等着。周爷，安置地正在闹疫病，已有11个人发病，高热、腹泻、出疹，若不处理，半个月内便会蔓延。所以呢？把重症病人单独隔开，所有饮水烧开再喝，填掉棚子周围的积水坑，断掉蚊虫的窝。你算什么东西？一个贩妇也敢教爷爷做事？我不是教您做事，我是提醒您，再死下去，人数兜不住。年底上报，47个犯人死上一半，上头若查到谁头上？岭南年年死人，年年上报，
上头早习惯了，死几个流放犯跟死几条野狗有什么区别？你若闲得慌，回去收拾自己的破棚子，别站在这里，坏爷爷吃饭的兴致。碰钉子了？上月死了3个，上月死了2个，他都没管。郑婶，附近山上有青草吗？那东西遍地都是，喂牛都嫌苦。你要它做什么？救命！你跟以前来的那些人不一样。哪里不一样？他们来这里，第一件事是哭，第二件事是认命。你第一件事是看病，第二件事是找人吵架。宋姐，赵老三不行了。叫周爷了吗？他叫什么？赵全，我跟他住了3个月。你叫崔九。找2个人，把赵大哥抬出去，别扔林子里，挖个坑，浅些也行，盖土，再压2块石头。新来的还真讲究，这里死了人往林子一扔，野狗啃完便算入土了。假婆子，闭嘴！挖坑，一块木牌，剩下的你留着。是不的，是的。他分过小婉半块红薯。你折腾这些做什么？蚊子会在烂草和积水里生崽，你见过水里的籽蛹吗？那就是蚊子的幼虫。宋姐，是不是这个？是。哪里找到的？棚后烂泥塘边一大片，还有车前草和像紫苏的叶子。好小子，今晚给你多半勺粥。粥都是发的，怎么加？我嘴里省。给棚里还撑着的人，一人灌1碗。这东西有用吗？药效不强，10个人喝，能救2、3个便不错，但不喝，1个也救不了。我先喝。你没病？我喝给他们看，看我没事，他们才敢张嘴。跟刷锅水一个味儿，比刷锅水强点儿。宋姐，咱们能熬出去吗？能。你怎么知道？因为我不信邪。喝口热的。婶儿，您从哪儿弄的？别问。安置地外3里有个林嫂，男人也是流放犯，前年死了。他有口清水井，还认识山里的药农。你真想救人，只靠这些青草不够。婶儿，别谢。我闺女当年若有人递碗青草汤，兴许也不会死。宋姐，你哭了。风沙大，闭嘴，喝粥。老张退烧了，老周能咽东西了，小李子没撑住。明天再熬一波。熬，以后要使唤人喊一声，南范棚能下地的都听你的。宋家的，我活过来了。今日再喝2碗，腹泻止住才算活。喝，你让我喝马尿都成。老不正经。今日摘了1宽半，泥塘都快让我薅秃了。别一次摘光，去洗脚，泥里有虫。下午我去找林嫂，到时让崔大哥照着纸上的分量给他们喝。我不识字。崔大哥原是码头管事，他识字。宋家的，这是去哪儿？犯人随便往外走，周爷知道吗？前面3里仍属安置地，砍柴挑水都走这条路。你最近闹得挺欢，煮草汤拆草席，这里可不是你家。贾姐若不放心，就跟我一起去，多个人多双眼。我没空。我家井里的干净。说吧，什么事儿？我想买青草，在
再从您家挑2档水回去。青草漫山都是，不要钱。水你挑得动？我叫人来挑。你救人的事儿，采药的药农已经传开了。安置地这2日没死人。溪水有病，我想借您的井给重症病人喝。为什么救他们？因为我男人被关在食屋，我救不了他，多救几个人，心里好受些。你男人得罪了谁？顶大的那个。我男人也是跑漕运的，只因说了一句言价，便被安上谋逆罪。水尽管挑，青草尽管采，但你得替我看看老二。烧退后没好好吃东西，喝了2天米汤，鸡蛋也不肯吃。先别给鸡蛋，脾胃没恢复，吃了反而积食。小米粥放山药熬烂，3日便能下床，就这么简单。你不是普通人，大病初愈最忌大补。我是犯人，领普通的那种。宋家的出去一趟，收获不小。这些哪儿来的？给外头一户人家的孩子看了病，人家送的。你这贩妇本事倒不小，那石屋里那位什么时候也病一场？周爷这话什么意思？石屋朝右闹病，哪天他烧起来，你这媳妇儿怕是来不及救。崔大哥，帮我往石屋传张纸条。石屋东墙有个排水洞，午后拆换班，有一盏茶空档，我试试。别冒险。放心。苦巴巴的，能卖？不卖，但能换命。他跟假婆子一伙的，你同他废什么话？我就是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我在晒药，包括周典。字条传进去了，崔大哥说回信得等换班去，林嫂说药农有黄连黄培，得用盐换。我要。你打算找周典？他会答应，因为他也病了，夜咳沉吃痰带腥，天越闷越重，他自己清楚。他凭什么信你？他不用信我，只要怕死。宋家的又来做什么？我想跟周爷做笔买卖。一个贩妇拿什么跟我做买卖？拿您的命。您夜里咳得重，晨起带腥味，对不对？这不是风寒，不至入秋便会咳血。你想要什么？每月多拨半斤盐给你饭区，还有让我见我男人一面，就一面。盐的事我想想，人，明日下午1刻钟。赌赢了。周典答应让我见人，不只是怕死，他是在掂量一个会看病的范姨，活着比死了有用。可等我没用了呢？是屋里传出来的。宋姐，没事。你姑父，你沈大哥说他没事。喝口热的。婶儿，哪儿来的？崔九那边匀的，他说你今日没怎么吃东西。老周，把药喝了，敢吐出来，我灌你！苦死了！苦！你不喝，明日死了更苦！宋家的，你那男人到底什么来头？周典把人关得那么紧，光一个谋逆说不通。婶儿，有些事儿知道太多不好。我都是快死的人了，还怕什么不好？他是个想让天底下种田的人都能吃饱饭的读书人，然后被那些不想让人吃饱饭的人弄进来了。那他得活着出去。明日你去见他，把我腌的那罐豆酱带上。食屋不见光，人容易虚，吃点咸的扛得住。稳住，等信，我无恙。明日就能见到他了。我那罐豆酱别忘了。谢谢婶儿。还有这个。婶儿，您自己也得吃饱。我早上那份省下来的，食屋里不给饭，他扛不住。我一把老骨头，少吃一顿死不了。快去，只有1刻钟，别磨蹭。宋姐，我跟你一起去。不行，周典只答应让我一个人进去，你多去一个，
他就有理由把门关上。帮我守着崔大哥那边的药罐，今日给老周换方子，车前草减半，加1把白茅根，分量我写纸上了。可是周也批的，批的，1刻钟。看够了没有？你瘦了。你才瘦了。正神给的，豆浆是他自己腌的，饼是他早上的口粮，你先吃。外面情况，11个人发病，救回7个，死了4个。清草有效，但数量不够。我找到个本地妇人，能从药农手里换黄连。周典那边，我暂时拿他的病压住了。崔大哥帮我在南范出分开了轻症重症。盐呢？跟周典谈过了，给女贩区多拨半斤，但实际能到手多少，要看他有没有良心。这些东西不用抄下来？不用，都在我脑子里，刻出来是给自己理清线索。你拿什么刻的？门轴底下那颗松动的铆钉，第一晚便敲下来了。你就不能消停一天啊？消停了，就该真死了。吃饭，边吃边说。你也吃。我吃过了。你今日中饭没吃。你怎么知道？崔九传来的纸条上写的。他说宋家的今日又没吃饭，您管管。崔九，你给我等着！周典不只是看守，他是程之野的人。安置地死人，他不是不敢管，是根本不想管。人死的越多，越没人注意岭南这个角落在做什么。程之眼从泽州运盐到越州，再经苍梧山送入岭南，接货的是驻军。驻军要这么多盐做什么？养兵。私盐换银，银子养私兵。私兵要补给，要藏身，最合适的地方便是一个死人也无人追查的安置地。所以周典看守的不只是你，是整个安置地。他要保证无人逃走，也无人往外传信。但他有个破绽。什么？他怕死。时辰差不多了，每天吃一点，这里缺盐，人会虚。宋之意，你做得很好。那当然，你媳妇儿什么水平？宋姐，沈大哥怎么样？活蹦乱跳，精神的很。宋家的，我以前最烦大夫，收钱多，说话还让人听不懂。然后呢？如今不烦了，往后你说什么我都听。那你昨夜嫌药苦不肯喝的话，收回去。那是真苦，你喝一口试试。我喝了，那你铁嘴钢牙。崔大哥，锅该换了。这里就这一口砂锅，周采那儿倒有铁锅，可他未必肯给。我有办法。林嫂让虎子送来的，他还说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你那口锅别在周爷门前煮。林嫂是聪明人，替我谢他，再问他家能不能鱼2只活鸡，银子我出。你养鸡做什么？这里连鸡食都没有。下蛋，病号需要蛋白质。蛋白质又是什么？就是吃了能长肉、有力气的东西。我3日没来月事，是不是有了？不是，是气滞。你最近吃的如何？一天1碗刷锅水，能如何？我想办法给你弄点红糖水。越州来的偷税，这罪名也要流放3000里。哼，老规矩，男犯去东边，女犯去西边。大人，我男人腿伤了，能不能……谁没伤？进去，别堵路。
别怕，我是这边棚里的。你们是不是一路没怎么喝水？小口味，别急。你男人的腿是摔的还是打的？路上摔了，差一没等他，拖着走了3日。我让人去看看，新来的寒丝可能骨裂，若小腿肿紫，就用竹板夹住固定，别再让他走。伤口撒金疮药。宋家的，你这药铺越开越大了。免费一诊，不收诊金。周典今日把假婆子叫进瓦房半个时辰，她出来时笑得像只偷油的老鼠，8成又嚼你舌根了。让他嚼，你不怕？但我更怕什么都不做。做了事被人嚼，至少还有人记我的好；不做事被人嚼，连辩解的底气都没有。你这丫头嘴真硬，硬的是骨头，嘴只是壳。林嫂说能匀2只母鸡，但1只鸡换你教她认3种药。成交。还有药农的黄连薄贝，林嫂拿1斤盐换的。盐从哪儿来的？正神省下来的。她说不用换，全当入股。鸡有了，鸡血便有了。鸡血混药汁可以让沈金家假装咳血，只要周典认定他会死在食物，就不得不把人挪出来。但周典多疑，不能让我告诉他沈金涵快死了，得让他自己看见，自己下判断。周典的咳嗽越来越重了，他怕死，怕死的人最好骗，也最难骗。我男人以前跑漕运，只因说了句盐价，便被安了谋逆罪。跑漕运的人或许知道程之眼在岭南的沿路，明日我得再去一趟林嫂家。啊！宋姐来了，娘。水刚烧好，进来坐。车前草生在潮湿路边，叶子像勺子，利尿止泻。紫苏受寒时加姜煮水，发汗解碱。鱼腥草闻着臭，却能清肺热，治可黄痰。确实够臭，良药苦口，他连苦都生了，直接臭。这2只1天1个蛋，偶尔偷懒。林嫂，我还想问件事。你问。你家那口子以前跑漕运，走的是哪条线？怎么突然问这个？我男人的案子跟盐有关。你家那口子跑过这一带的水道，是不是见过什么？我男人死前烧了好几日，人都糊涂了，却一直念叨一个地方。什么地方？青中渡。他说青中渡下面有鬼，夜里有船，不点灯，走老河道。他有一回夜里送货撞见了，被人打昏，扔在河滩上，后来便被安了罪名。他跑船时画的水路图，哪段深哪段浅，哪里有暗礁，哪里能停船，都在里面。我不识字，一直压在箱底。是铸兵器的原料。林嫂，这册子借我2日，拿走不必还。他活着时无人信他，死后若这东西还能派上用场，也不算白死。等事情结束，我请你喝酒。我不喝酒。那便喝好茶，1两银子1包的。你先活着出去再说。他成日往外跑，谁知道干什么去了？万一跑了，周爷追究下来，咱们都得吃挂仔。人家出去采药救人，你出去做什么？搬弄是非？我是向周爷汇报。汇报？你当自己是6扇门的密探？吵什么？
贾姐若真想向周爷汇报，便替我带句话。我弄了2只鸡，下蛋给病号吃。他若觉得不行，我再还回去。早晚收拾他。不急，婶儿，替我看着鸡，别让黄狗叼了。看鸡我在行，我当年养过30只。30只的故事晚上再说，我先去找崔大哥。宋家的，你来的正好，韩四有件事要说。我在越州牢里时，隔壁关过一个曹帮的人，他说岭南有条暗道，专走夜船，从青中渡往南，货不过明路。什么货？没说，只说那里的船吃水极深，不像拉粮食的。粮食没那么重，盐也不会。体会。韩大哥，这件事别再告诉任何人。小满，明日午后拆差换班，把他从石屋东墙的排水洞送进去。上面写的什么？你沈大哥一直在等的东西。青中渡下面一定藏着程之眼最见不得光的东西。宋家的，周爷可解了！咳血多久了？就刚才，周爷咳了好一阵，突然一张嘴，帕子上全是血。带路。帕子给我看看。张嘴。咳血前，胸口闷不闷？闷，像压着块石头。右肋下疼吗？有时疼。你怎么知道？到底是什么病？不是肺痨，是肝火犯肺。您右胁疼，眼白发黄，咳出的血暗横带痰，全对得上。那能治吗？能控，但再拖下去就不只是咳血了。还会怎样？胃里也会出血，到时候吐出来的就不是红血，是黑血。你想要什么？周爷，安置地死几个犯人，您不在乎，上头也未必会管，但您自己的命，您总该在乎。少绕弯子，直说。3件事：第一，准我隔日去石屋送药，门开着，差役全程盯着，我不单独停留。第二，灶房每日多烧2锅开水，不许犯人再喝生水，柴不够，我带人上山砍。第3呢？棚后的烂泥地给我种药，不超过3丈，也不费您的粮。石屋是上头下的命令，我做不了主。上头让您关人，没让您把谋逆重犯关死。人活着是您的功劳，人若死的不明不白，御史一封折子就够您喝一壶。开水明日烧，药地给你，石屋隔日去一次，每次半刻钟，差役跟着。成。我的药呢？明日开方，今晚别再喝陈茶，性燥，只会火上浇油，喝白水。宋家的，周爷的病要紧吗？要紧，但暂时死不了。那就好。你上次给我敷兜子的药还有没有？我后脖子又长了一个。明日来找我。周典得的什么病？命病。活该。婶儿，后日我要去石屋，您的豆酱再匀我一点。成，你男人倒是有福气。老周，你再不喝药，我就掰开你的嘴灌进去，苦的要命，怎么喝？不喝，明日还得躺回去。宋姐，外头来了个卖药材的货郎，
说是从泽州来的。什么模样？40来岁，背着个大竹篓，里头全是药材。他说自己从泽州往南走，沿路卖散药。谁放他进来的？他自己走进来的。安之地又没围墙，曹兄弟也没拦他。你先回去，也别盯着他看，免得惹人怀疑。我去瞧瞧。老伯，从哪儿来？泽州，走了1个多月。泽州药材好，有黄连吗？有。陈记药铺的黄连，3年根。陈记的黄连是好货，可我没银钱，能否拿东西换？换什么？我自己配的驱虫粉，岭南蚊虫多，您继续往南走，用得上。拿来瞧瞧。成色不错，老伯准备待几日？歇一晚，明早便走。宋姐，别问，出去照常干活，别看货郎，也别靠近他，等天黑。你开的这药怎么苦成这样？龙胆草泻肝火，不苦才怪。还咳血吗？没了，但右肩还是疼。您当这是仙丹，疼得轻了，便说明方子对了。酒、辛辣、陈茶一样都不能碰。灶房的开水烧了吗？曹小子每日多烧2锅，这几日确实没再死人。你那草汤算有点用。宋姐，货郎到了，就在祭轮后头。曹差役他们都去灶房喝酒了，没惊动人。走。这是50两银子和裴大人的密信。京城那边，太子殿下已经开始围剿成道，沈大人的案子犯案在即。但我们还缺写证。对，程之远在青中渡下游私设的驻兵公放，那是谋反的死证。入秋前必须拿到里面的账本和母饭，否则满盘皆输。沈老夫人还活着，安全。但还有件更要命的事，程之远的人已经发现不对了，从京城派了高手快马南下，就是要来查沈大人是死是活。最多10天，那杀手就会堵在安置地大门口。10天，沈静涵还被锁在石屋里，要是被京城的人撞上，我们都得死。宋姐，这根本来不及啊！来不及也得来。这10天，我不仅要把他全虚全伪的从石屋里抢出来，还要把青中渡那批铁证拿到手。小满，明天开始给我死死盯住任何进出的生面孔。明白。沈静涵，你给我撑住了！朱爷，石屋里那位吐血了，快不成了！有贼！账本丢了，封锁山谷，杀无赦！信我吗？不信，但除了你，我没别人可信了。沈静涵，